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下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和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到没有？啥玩意看到没有？大胖媳妇辩解呢，她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这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事。你丢赔不输赔。你使远点，这个丢赔。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就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吵。红了都。你洗就赔吧，你这个猪胚。哎呀，我婆婆这想念中餐，想念的不行的，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还舍不得去。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现在也没有这待遇。所以前2天我母亲节嘛，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炒菜鸡，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就用这炒菜鸡来做中餐。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在炒菜鸡面前站倍儿直，炒了一个毛菜，累废4个人，最后炒出那盘菜吧，就怎么形容呢？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这个炒菜鸡吧，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它是这么用的，就你选择你做一个菜，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西红柿、鸡蛋，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还不用一个计量单位，就酱油15毫升，蚝油15毫升，糖10克，葱花10克。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那以前我说，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炒菜鸡说，哎，你现在放啥？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你炒菜鸡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你要没放就嗷嗷响。哎妈，这给我婆婆紧张的，生怕出错呀，就演练好几回呀。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手里拿着酱油；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手里拿着蚝油；我婆婆站在最中间，手里拿着一盘糖；我老公站在最左边，手里拿着葱花、葱瓣缕。完事就开始炒了，哎呦我的妈，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那锅就是教官。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炒菜开始，快速，酱油、蚝油、糖、葱花，报数完毕，准备开炒，放大上市。20秒之后，离场，放酱油，酱油在最右边公手里，所以全家找酱油，香要看切，酱油炒着切看，葱要往左紧密靠拢，好离点，好放完酱油了，好上市，等20秒到了，好离场，放蚝油，蚝油在哪呢？蚝油搁谁那呢？蚝油是哪个？什么是蚝油？香做香油看切，警报要响了，我小姑发现啊，我是蚝油，好归队，香着看切，放蚝油，好再等20秒上市。20秒之后放葱花，谁是葱花？大胖媳妇是葱花，香着看切，葱花来了，先看，好放上。哎呀妈，这紧迫感给这家人整的，这菜炒的贼难吃，完焦虑症全整犯了。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开始腌肉，爆椒丸腌多久？腌制入味，炒鸡蛋，爆椒丸炒多久？炒散。好，等待一下上市，爆椒丸烧熄多久？稍息片刻，等待油温8成热，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
放6球，报警官放多少？酌情放。开始翻炒，报警官翻炒多久？炒至变色。报警官变成什么色？深色。上去。你们可能有所耳闻啊，我大胖媳妇这次感染的是屁猪，然后我爸呢前2天就惦记孩子，就不放心，就非要过来照顾我们。老头就正好赶上了他姑爷1天500响不敢见明火这2天。到俺家就晚上，我爸直接上床睡觉了，晚上12点咔给老头震醒了。我说咋的了爸？睡毛愣了。我爸说哎呀，妈，我听这声我以为接神了呢。我爸都不敢喘气儿啊。大胖媳妇还说爸爸，你的脸都紫了，why？我爸说那不因为你毒猪吗？还外？你是阿猪，我是阿紫；你是阿猪，我是阿紫。然后这2天不就慢慢恢复了吗？就肯定不是像当时500响接神那种感觉了。但是它恢复期呢，就像初3、初4那种鞭炮，哎，就是不密但是碎，不响但是脆，这还都没啥。最气人的是啥呢？你说他有礼貌吧，他1天叮咣放，一点不觉得丢人；你说他没礼貌吧，那外国人打完嗝放完屁之后还都说一句 excuse me， 然后后来自己还给翻译过来了，就打扰了，一天到晚就是哦 ，excuse me， 打扰了，打扰了。哦 ，excuse me， 打扰了，打扰了。哦 ，excuse me， 打扰了，打扰了。给我爸气的。来，你打我！哎，你别打扰，你直接打我，来往这儿打。然后呢，我爸也阳了，老头挺委屈的。我爸说说出去都丢人。我一铁岭，人家问我咋被加拿大病毒入侵的，我说我是被洋火点对点熏的，点对点熏的。对我爸的摧残还有呢。就这些天以来啊，每天早上我们全家人都测一下体温，就大概8、9点钟吧，都测一下。大胖媳妇呢先测，她是在嘎吱窝这测，捂得老严了，测3分钟，然后测完呢就放回那小玻璃盒里，拧紧，真空盖好。然后接他的呢，一般都是我爸，但是我爸呢，他放嘴里。我爸也不知道这体温计之前都经历过什么呀，就直接放嘴里，连着3天。我爸就说：“哎呀，我这嘴里啊，尤其是早晨8、9点钟那阵儿，不是味儿啊。”我说：“是阳了的味儿。”我爸说：“不是，就是羊味儿。哎呀，就是一吧一嘴犯恶心。哎呀，那味儿成了迷魂了，尤其是早晨8、9点钟那阵儿。”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爸观察这体温计，才知道每天进他嘴之前，大胖媳妇放嘎吱窝3分钟。我爸都想削他了。你自己有多山不知道吗？哎，你说你这人平时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细心，那怎么从嘎吱窝抽出来体温计，在盖盖的时候，那盖儿怎么盖的那么严实呢？锁鲜了都，锁鲜了都。我说爸别生气，咱家直接换体温枪，他嘴里有味儿，你赶紧给他整点好喝的，你给他润润。爸，这是巴贝鲁比比鲁巴比比比比比比枇杷露，枇杷露你告诉他同仁堂老字号啊，是多少人套的？你给他倒点，直接送进屋喝去吧。加点冰，加点冰，不要，弟弟下一个。干杯！哎，那给你姥爷的呢？没有。世界杯开始1周有余了，大概3天前他才得知加拿大入选世界杯了，突然成了球迷，享年38岁。足球的知识不咋够，全靠装备来拼凑。哎，样子还是义乌产的。这几天就一直很膨胀了。今儿下午跟我说，哎，你说俺加拿大哈，你说一共20几个人，11个来看看，再来几个看球的，回家没放钉子，回家没放钉子。仪式感拉得很满啊，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不会唱自己的国歌。他说他国歌改歌词了。但我觉得你狂归狂，人家克罗地亚人上一次亚军，你们来怎么说呢？也就是别人管了 Q 了 Q 了，你进了，加拿大进了，黄白是加拿大，红白是克罗地亚，这回你们穿的是黑色儿。黑色儿啊，真的不会，可以跟你玩玩。跟这个有，大开。A few moments later. 4比1，加拿大1，加拿大1输了。没问题。One is better than 0。好的，就这样。你咋老向着你爸的那对儿呢？这里没有你脸。